某些事物正在悄然构建，难以察觉，却又无可否认。如果你真的与内在连接，你可能已经开始感受到它的存在。随着10月接近尾声，一股强大的能量浪潮正在集体意识中形成，它正直接涌向那些灵性敏感者、觉醒者、被选中的人，也就是正在观看影片的你。这不仅仅是另一次转变，这是一个灵性的检验点，一个振动频率的检验点，那种能区分随波逐流者与即将进化者的检验点。石墨往往像一面能量镜子，映照出你一直忽视的一切，每个被推迟的决定，每次内在的对齐或错位。这种能量不会温柔以待，它会推动你，暴露你，考验你，但同时也会激活你。在接下来的影片里，你将发现7个独特的灵性迹象，揭示10月末的能量浪潮如何已经在影响着你。这些不仅仅是情绪或身体上的变化，它们更是你觉醒进入新阶段的信号。如果你正在经历它们，那么是时候做好准备了，因为某些重大的事情即将到来。迹象1，某些人让你感到莫名不安。最近是否有奇怪的事情发生？你可能在理智尚未察觉之前，就已在内心感到不安。你身边的某些人，即使是多年亲近的人，突然让你感到不自在。当你与他们共处一室时，内心某处会紧绷，这并非因为他们说了或做了什么明显的事情，而是你发现自己在退缩，仿佛你的灵魂在逻辑能够解释之前就发出了警告。这不是偏执，也不是评判他人，这是最强大的灵性迹象之一，表明你的内在频率正在转变，你开始超越旧有的能量契约。10月末，能量变得密集而具有揭示性，帷幕不仅在不同维度间变薄，也在不同振动频率间变薄。当你的振动频率提升时，它不再与那些困在指责、戏剧或灵性停滞循环中的人相匹配，你能感受到他们话语中的静电干扰，你的身体会微妙地排斥他们的存在。这不是残忍，而是清晰。你甚至可能开始注意到自己对语气、微妙的肢体语言，甚至面部微表情更加敏感，就像你的神经系统正在扫描每次对话表面之下隐藏的能量模式。而你没有错，因为当你处于能量升级的早期阶段时，你的直觉护盾会被激活，它想要保护你正在构建的频率。这意味着要限制暴露在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扰乱你内在平静的人面前。你不必戏剧性地与他们断绝关系，但你必须承认这种转变。灵性向你展示这些对比，不是为了让你忽视他们，而是为了让你更有意识地做出选择。因此，如果你在某些人身边感到紧张不安，即使没有明显原因，也不要强迫自己维持和平。那种不适感是一种神圣的智慧，是你的高我在说，这种连接不再滋养你即将踏入的道路。倾听，尊重它，并相应地保护你的能量。迹象2，身体表现异常。你是否注意到自己的身体
最近表现异常，不是生病，而是疲劳、迟缓与僵硬，就像你的身体形式对你惯常的节奏喊停，要求更多休息，更少刺激和更多沉默。这不是懒惰，不是倦怠，也不仅仅是疲倦，这是当你的能量体进入维护模式时发生的情况。随着9月末能量浪潮的加剧，你的灵魂开始深度重新校准，这需要能量，因此你的身体作为忠实的容器，会启动一种对非必要活动的后台关闭模式。社交感到耗尽，日常任务变得异常复杂，甚至过多思考都令人疲惫。当你的灵魂需要带宽来执行微妙但强大的升级、情绪重组、神经系统清理和脉轮对齐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这些不是你能实时感觉到的事情，但结果是深远的。你可能醒来时感到沉重，好像刚从长途旅行回来，那是因为你确实如此。你的灵魂在你的意识心智睡眠时，在多个维度上进行处理，这就是为什么你的身体正在从高输入活动中退缩，它需要更少的干扰，以便能够放大内在疗愈。你可能还会注意到食欲的变化，要么想吃扎根食物，如根茎蔬菜、谷物、温热的浓汤，而另一些时候，你又会完全失去食欲，甚至想要暂时避开所有食物，仿佛身体在进行一场自发的进化。这些冲动并非随机，它们是对有多少能量从消化虫定向到灵性重新校准的反应。能量维护模式是神圣的，但现代生活并不尊重它。我们被告知要坚持下去，更加努力，保持高效，但事实是，灵性进化不是线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你的觉醒需要深度暂停，以便当下一次浪潮来临时，你不会被淹没，而是准备好了。因此，如果你的身体要求比平时更多的休息，不要抗拒，不要内疚，你没有落后，你正在赶上已经在你内在形成的新版本的自己。信任沉默，信任缓慢，因为他们正在为比动力更强大的东西灵性对其做准备。迹象3：时间感知扭曲。你最近是否看时钟时，对时间的流逝感到完全震惊？也许1小时感觉像1分钟，或者一天似乎持续了3天，这令人迷失方向，甚至沮丧。但如果你现在正经历这种情况，深呼吸并意识到这不是你大脑的故障，而是灵性提升的信号。当你经历强大的觉醒时，尤其是在10月末这样的宇宙能量浪潮期间，你的时间感知开始溶解。为什么？因为时间不是固定的测量单位，而是一种能量体验，而你的能量不再服从时钟，你正在线性现实中进进出出。你的意识开始不仅以秒或分钟，还以下载的方式处理信息，通常需要1整天才能理解的事情，可能突然在几秒钟内击中你。这就是灵性速度。相反，你可能发现自己走神，盯着虚空，
感觉像是在内心进行了时间旅行。你没有失去焦点，而是进入了非线性的意识口袋。你越是觉醒，这些扭曲就越会显现。但更深层的信息是，当时间弯曲时，是因为你也在随之弯曲。你不再完全扎根于这个三维领域，你正在窥探第四维度的边缘。直觉、更高记忆、多维处理，你甚至可能开始经历似曾相识、生动的记忆回忆，或模糊过去与未来界限的预言性梦境。这不是想象，而是觉醒。因此，当时间开始变得奇怪、慢、快、沉重、轻盈，不要恐慌，不要试图强迫自己回到正常的流动中。相反，观察你的能量，问自己，这个时刻想在时钟之外向我展示什么？时间扭曲是一个神圣的暗示，你正在接近无时间的觉知状态，那是真正的创造、疗愈和转变开始的地方。迹象4：情绪强度波动。前一刻你还好，下一刻就被悲伤、愤怒、恐惧或泪水淹没，却不知道为什么。它像波浪、浪潮、山洪爆发一样袭来，不等你允许就席卷全身，然后同样迅速地消失。这种情绪强度不是情绪不稳定，而是灵性进化。现在这种情况正以越来越强的力量发生在被选中的人身上，因为10月末的能量像聚光灯一样照亮你未处理的情绪。你的灵魂正在进行一场内在的大扫除，旧的悲伤、埋藏的记忆，你以为已经疗愈的心碎，这一切都在浮现，因为你的灵魂不再想带着他们进入觉醒的下一阶段。这不是惩罚，而是释放。这些情绪洪水只有一个目的，移除拖累你振动频率的能量负担。它们并不总是伴随着故事，这就是它们如此令人困惑的原因。你可能无缘无故地哭泣，或者对不存在的目标感到愤怒，但能量并不总是需要语言，它只需要空间来流动，而且必须流动。如果你试图压抑它、分散注意力、麻木它或解释它，你就会中断疗愈。但如果你允许它只是坐着呼吸，就会发生神奇的事情。情绪完成它的循环，它不会循环，而是离开。这就是情绪反应与情绪转化之间的区别。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是后者，是运动中的神圣炼金术。你可能还会注意到，这些情绪浪潮之后是纯粹的平静时刻，几乎就像你的灵魂在喘息。那种平静不是空虚，而是神圣的，那是你的内在系统适应新的清晰和空间。因此，不要因为在车里哭泣、意外发脾气或感觉心脏比平时沉重而羞愧自己。这些是灵魂进行深度灵性清理的迹象。随着10月浪潮达到顶峰，这些情绪洪水将继续，直到你清理出足够的空间来接收即将到来的东西，对其和平与更深的洞见，让它流动。迹象5：重复符号变得鲜活。你以前见过重复的数字，111、222，
444，但最近他们不仅仅出现，他们仿佛在追寻你，你感觉他们在回望着你，无论是在时钟上、购物收据上、车牌上，甚至是你的梦境里。这不仅仅是巧合，而是定向沟通。在强烈的能量浪潮期间，灵性领域会用符号说话，但对被选中的人来说，这变得个人化，就像一种只为你量身定制的语言。你可能还会看到特定的动物、重复的词语、诗篇，或似乎呼应只有你能理解的事物的梦境。原因如下：这些符号是触发器，它们激活直觉记忆、古老智慧和你已遗忘的指引，把它们想象成震动的面包屑，引导你在进入下一阶段之前需要记住的东西。但不要过度分析，让你的身体解读它们，感受它们唤起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信息。当迹象开始变得鲜活时，是你的灵魂与它最初的道路对齐了。迹象6：渴望静止而非行动。在一个沉迷于做的世界里，被选中的灵魂，被选中的人突然感到被召唤去不做，拔掉电源，静静地坐着，停止为了表演而表演。你不再因此感到内疚，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解脱感。这是你灵魂锚定在更高对齐中的最清晰迹象之一。随着10月能量浪潮的加剧，宇宙并非在要求你采取更多行动，而是在邀请你更深的倾听。这份静止绝非懒惰，它是一种最高形式的灵性顺从。在这片有意识的不作为的内在空间里，你才真正开始接收、下载、领悟并完成至关重要的能量升级。这个空间看似空无一物，实则充满了无形的、高频的运动。这次的转变至关重要，因为你下一阶段的觉醒不会来自于更多的忙碌与奔波，而将诞生于灵性的沉潜与孕育之中。你必须先创造出空间，消除外界的噪音。如果你感到自己被深深吸引，想要做得更少，休息得更多，或者只是纯粹的存在，请务必尊重那个召唤。这意味着你的频率已经与即将到来的浪潮精准匹配。你没有错过任何事，你正在为那伟大的时刻进行调频。迹象7：见证二元性而不认同。这股灵性浪潮所带来的最奇特的迹象之一是，你周围的世界似乎变得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光明与黑暗，对与错，爱与恐惧。然而，你不再本能地做出反应，你只是在观察。你清晰地看到对立的双方，却不认同任何一方。这不是冷漠，这是意识的扩展。你的觉醒此刻正抵达一个二元对立能量再也无法困住你的阶段。你不再感到有必要去争论、去说服，甚至去捍卫你的观点。你深刻地领悟到，真相是多层次、多维度的。真正的觉醒意味着有能力在心中持有看似矛盾的观点，而不再需要他们立刻得到解决或分出胜负。这种能力极其罕见，它只会被授予那些
通过了足够多的内在考验，有能力承载更高意识的灵魂。原因如下：此刻10月末的能量不仅关乎内在的成长，更关乎外在幻象的崩塌。许多旧有的叙事将分崩离析，许多系统将自相矛盾，人们的情绪将空前高涨，世界的分裂感将进一步加剧，而你正被宇宙召唤去成为那个风暴中心的宁静，那片扎根于大地深处的稳定力量。你见证二元对立而不被其吞噬的能力，正是你为即将到来的转变所做的最终准备。这意味着你的角色正在从一个寻求者转变为一个稳定器。如果你已经走到了这一步，并被上述至少一个迹象深深触动，请知晓，你所经历的并非症状，而是一场精心安排的灵性准备。10月末的这次浪潮不仅仅是能量的波动，它是一封邀请函，邀请你与你更深邃的生命目的对齐，一种无需强迫、无需混乱、无需抵抗的自然对齐。你不需要去追逐觉醒，它早已在你之内发生。如果你感受到了这些迹象，那场伟大的转变其实早已开始。请保护好你的能量，留意你所处的环境，在必要时勇敢地选择独处，观察一切，而不执着于任何事物。最重要的是，请全然地相信，此刻发生的一切并非结束，而是伟大篇章的点火仪式。转变是真实的，时机已然成熟，而你被选中的灵魂早已准备就绪。你已不再是那个被浪潮拍打的无助者，你学会了冲浪，甚至开始理解海洋的语言。内在的点火仪式已然完成，一个旧的你，连同那个旧世界的剧本，都已在火焰中化为灰烬。然而，站在这片新获得的宁静之上，一个更为广阔的挑战悄然呈现。当内在的风暴平息，你开始清晰地听见外界世界的喧嚣。这不再是关于如何处理个人的灵性症状，而是关于一个已经觉醒的灵魂如何在一个尚未完全觉醒的世界中行走。存在与创造，这便是觉醒的第二幕，从内观者到入世者的旅程。你不再是那个需要被保护的脆弱火苗，你自身已然成为一座行走的灯塔，而你的光注定要在这看似混沌的世界中找到它独一无二的闪耀方式。觉醒的初期，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灵性孤岛的倾向。为了保护那份来之不易的内在和平，我们本能地想要远离人群，远离尘世的纷扰，仿佛世界是一个充满污染的病毒库。这在某个阶段是必要的，如同蝴蝶在茧中需要绝对的安静。但当你破茧而出，你不能永远停留在花朵上，你的翅膀是为了拥抱整个天空。入世的第一课是拥抱一种被称为神圣中立的姿态，这远远超越了见证二元性而不认同。那时的你更像一个隔着玻璃观看风暴的旁观者，而神圣中立则是你走入风暴之中，
却不被一片雨水打湿的艺术。你将深刻地了悟到，黑暗并非光明的对立面，它只是光明尚未照亮的所在。因此，你不再浪费能量去批判、谴责或试图消灭你所看到的负面事物。你的任务不是与黑暗战斗，而是单纯的、稳定的发光。当你将光带入一个房间，黑暗会自动消失，你无需与它搏斗。这也是最精微也最难的一刻。你怀着巨大的慈悲看到他人的痛苦，但你明白，你无法替任何人走完他们的路，也无法剥夺他们从自身体验中学习的灵魂权利。你不再扮演拯救者的角色，因为这个角色隐含着一种评判，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取而代之的，你成为了一面镜子，你的临在，你的平和，你的清晰，如同一面清澈的镜子，让人们在与你相遇时，有机会看见他们自己真实的样子，以及他们内在同样拥有的光与力量。你给予的不是答案，而是看见的可能性。于是，你与世界重新签订了一份能量契约。旧的契约是，我需要从你这里获得安全、认可和幸福；而新的契约是，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分享我早已具足的和平、完整与爱。这个简单的内在转变，将你从一个世界的索取者，彻底转变为一个世界的奉献者。你不再依赖外界的任何事物来定义你的价值，因此，世界再也无法真正的伤害到你。当这种神圣中立成为你存在的底色，一个问题会自然涌现：那么，我该做些什么？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正是基于这份全新的存在状态，你将彻底颠覆对行动与工作的传统认知。宇宙召唤你做的，或许并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你最强大的服务，最核心的工作，就是保持并散发你自身的频率。你的存在状态，就是你对这个世界最根本的贡献。无论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是艺术家，是 CEO， 是清洁工，还是家庭主妇，那都只是你频率借以表达的形式。你的天职是在任何形式中都保持住那份觉醒后的高频意识。一个充满临在感的程序员，他编写的代码里会携带清晰与和谐的能量。一个怀着爱心准备食物的厨师，他的饭菜能够真正的滋养食客的身心。一个在会议中保持内心平静的经理，他的能量场足以影响整个团队的决策质量。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多灵性导师，而是更多在各行各业中活出觉醒意识的发光体。你会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无为的强大力量。有时，你所能做的最有力量的事，就是什么都不做，在剑拔弩张的氛围中，保持沉默与平和，在集体焦虑的漩涡中，安然地专注于自己的呼吸。这份无为的定力，像一个能量的起点，有着扭转局势的巨大力量。它打破了基于行动反应的旧有循环，为新的、更高维的可能性创造了入口。你的行动力会开始越来越多地源于内在纯粹的创造喜悦，
而非对外界成就的追逐。你画画，是因为色彩与线条的共舞让你感到喜悦；你创业，是因为将一个想法付诸实现的过程让你兴奋；你帮助他人，是因为看到生命因你而变得舒展，让你感到由衷的快乐。你不再为了结果而行动，行动本身连同它所携带的喜悦就是全部的意义。而奇妙的是，当你越不执着于结果，宇宙所回馈给你的结果往往越是超乎想象的丰盛。当你稳定地活在神圣中理中，并将自身的频率作为最高服务时，你便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你会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并与其他同样状态的灵魂相连接，共同参与一项更为宏大的宇宙工程，共建地球的光之网格。你的生命中会开始奇迹般地出现一些人，与他们相遇，没有客套与试探，只有一种久别重逢的默契与熟悉。你们可能背景迥异，却在灵魂层面说着同一种语言，这便是你的灵魂家族或灵魂集群。你们的相遇并非偶然，而是宇宙的精心安排，为了相互支持并共同执行某个集体的使命。你的角色也从一个独立的稳定器升级成为全新地球能量网格上的一个关键节点。每一个活出觉醒意识的人都是这个网格上的一个光点。当你安住于自身的光中，你就在为这个网格贡献能量，使其变得更强韧、更明亮。这个光之网格的强大之处在于共振。当足够多的节点以相同的、基于爱与合一的频率振动时，它们会创造出一个强大的集体能量场，能够以一种远超个体力量的方式影响整个地球的集体意识，并加速新现实的显化。它能中和大规模的恐惧能量，能在看似不可能的地方创造和平的解决方案，能在全球范围内激发更多人的内在觉醒。你的个人修行至此，已与整个人类及地球的进化之旅完全合一。照顾好自己的情绪，保持内心的平和，活出你的喜悦，这些不再仅仅是自利的行为，它们是你作为一个宇宙公民能够为这个世界所做的最重要、最根本、最有效的贡献。你作为一个微小而又无限的个体，正在参与一场宇宙级别的合唱。你的音符无论高低都不可或缺。你正在被邀请站上世界的舞台，不是去扮演一个被写好的角色，而是去唱出你灵魂最真实的歌。而这首歌将与无数同样真实的声音汇合，共同谱写出那个我们称之为新地球的和谐而壮丽的交响乐章。不要浪费这一刻，请你准备好，不是通过喧嚣，而是通过平静。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我已准备好。愿你在这场转变中找到内在的力量。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
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